您好好看看，这钱呐不够，差多少？年后我再跑2趟，你们继续便是。你这个时候给我添堵，好玩吗？哎呀，四爷，我哪敢给您添堵呀？您好好看看，这约上写着，头年10月，在衙门立的县尊大人做的担保是5分利，利上滚利。还有呢，若本年内未能还清，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。就是差1丝1毫，那也是未结清啊。四爷，我来呀，就跟您讨2字儿。您要说成，我明天找人替您腾房子。我们东家呀，想在这过年了。您要说不成，我马上回去。明天县尊大人会发令签，派人封门。您看我回去怎么跟东家回话呢？啊，这冰天雪地，又是年关，你让我住哪里？住街上吗？哎呦，四爷，我也没法帮您想主意呀。急什么呢？时候还没到呢。时候怎么没到啊？上面写的呀，于本年之内。明天才是大年30，初1之前都算本年。那又怎样啊？店铺上板，衙门封印，难道你阿金尿银能拿出来？非得年30把你轰到街上，你才高兴啊？约就是这么立的，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的。管家，你照做便是，请回吧。你好，好，我就再让你们喘1天气儿，我倒看看这银子怎么从天上掉下来。我是不中用啊，着了王天贵的道，我真是糊涂蛋。这世上怕是没有比我再笨的人了。四爷，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咱们商量商量。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？爹，你醒了啊？这银子从哪儿来的？诸位，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和大家说一声。四爷这房子还差着银子呢，今日若再交不齐，就要被王天贵收了去，四爷他们全家就要睡大街。这是咋？我擅自做主，接了一趟去科尔沁草原送药材的活。二位请坐。你谈风呢？随机应变吧。你们好好谈。范龙是吧？我来和你谈，只要我能答应的条件，常四爷也一定的。常四爷我认识的嘛，以前经常跑蒙西的嘛，我们王爷也认识他，好得很。来，喝酒。
哎，好汉子好酒量嘛。来，来，哎，所有的这个汉商呢，都是我接待，以后就把我当自家兄弟。行啊，承蒙照顾了，还不知道你们到底送什么药啊？爹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怎么只转圈不吭声啊？这就是你给爹出的主意？不是我，是古大哥，他，他要没跑过马帮，他就是个书生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不答应，难不成今天晚上半夜你我被轰出去啊？哪儿变那么多银子？我没去过西蒙，我也不了解那里，但是我们老家有句话，叫千里万里，行则必至。意思是，不管多远的路，只要迈出脚去，就一定能走得到。这银子烫手，科尔沁那边在打仗，那儿去不得。不是您说的吗？富贵险中求。骗我！他对生意一点都不懂，怎么能谈下这个生意啊？我教的。不行，最多60天。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跟我爹走，最少也要2个半月。对呀，那还是夏天呢。这回风雪交加，又要翻多折山，又要过黑水沼，路上连个客店都寻不到，我看够呛。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时间是王爷定的嘛？莫说王爷了，老天爷要求的又能怎么样？我们毕竟不是神仙。你再找别人吧，走了。哎，老兄弟，老兄弟，不是谈生意，谈生意，生意是要谈的嘛。坐。你既然都喝了蒙古人的酒，那就是蒙古人的兄弟。这个事情早点谈下来，我早点回去交差，是不是啊？时间上的事情，最多再宽限你们10天。你们走得快一些，这个马帮的脚力费我给的高一些就好了。这个，那既然脚力费能给的高一些，我想老天爷也应该赏脸一些。天热之前这个药如果是送不到的话，我们仗打输了，曹城、女人都没了，到时候王爷一定会砍我的脑袋的。也就是说，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，就得看我们跑得快不快了。是这样啊，现在那些伙计估计很难答应，毕竟是大过年的，谁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命搁在外头。除非，在他们走之前，先给上一笔安家费，让他们心里踏实了。而这笔钱还得你先出。老兄弟，你这个谈法不规矩，不规矩？不规矩。你要是都死了，你上哪儿去说规矩？我告诉你什么是规矩，把药尽快送到。你那边的人没事，我这边的人没事，先把自己的脑袋给保住了，你挣再多的钱才有命花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规矩。你们2个挺能谈。脚力险交2层，我跟你去。对呀嘛，反正也没成亲，挣了钱娶媳妇儿呀。笑什么笑啊！这事儿要定也是四爷定，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？哎，四爷，哎，四爷，
顾先生定和我定是一样的。常四今儿啊，遇到难处了，就一句话，大伙儿帮不帮我，我都感激。江湖讲究，胳膊上跑马，唾沫钉钉。今天啊，我是求大家，我不躲。四爷，别看。饭后啊，大伙儿回家一趟，跟家里人讲，现在答应我，我不信。家里人点头了，你们再来，交利钱啊，都多加2成。小六子，哎，四爷，回来娶媳妇啊，你还欠我一杯喜酒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吧？来吃饭。走了，这就。啊。哟，四爷！哎呦，我的好常四爷呀！哎呀，您这大驾光临，我有失远迎了，应该我到您府上亲自去问候啊。等你来把我轰出家门啊！哎，常四爷，这个“轰”字用的不好，谁不知道您常四爷是我们平遥城的老前辈呀？再者说了，咱俩打交道这么多年。我这人向来守规矩，我是怕我坏了规矩，惹人家常四爷不高兴。哎，四爷，今儿晚上的事呢，我已经想好了，咱们来个2家并成1家，过个肥年。等上元节一出，您那车队啊，该卖的就卖了。您好好弄2亩盐田，这才是正经事儿。这是4大横的票，把账销了吧。安天贵，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，我常四没有违约啊。验一下。四爷，这笔钱没有委屈你们啊？天底下活着哪有不委屈的？动您的笔吧。四爷，这是小号的余款，和您之前的房契，其实早就准备好了，您想拿？我就恭喜常四爷了，我提前给您拜个早年，祝您财源广进，生意兴隆。以后有用得着小号的地方，您吱一声啊。也希望你财源广进，多积点德。死之前啊，生个儿女。俗话说得好，
坟是土馒头，人是馒头馅儿。活着的时候金山银海，死了以后连个上香的都没有，做个穷鬼不好受。这。老爷，您消消气儿，手都凉了，消消气儿。渣子，我杀了你！我敢说是绝活，我要杀死他！还有那旁边小子，一看就不是读书人的模样，不，他长得一副读书人的模样。我闻出味儿来了，他那个味道有点奇怪，去查查他。你赶紧去查！消消气儿。吉祥行天下，富贵保平安。吉祥行天下，富贵保平安。兄弟们，来吧！狗兄弟啊，想不到你第一次谈生意啊，居然谈成了。哈哈，刮目相看。这一路上呀，我们要走很久，咱们好好的盘盘生意经。自当如此。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。这个杨和尚画的还真不赖呀！我给了他5两银子，这人眼窝子浅，还一个劲的道谢。对了，东家，我还打听到一件让您高兴的事儿。这个人呀，姓古，叫古平原，从宁古塔那跟上来的。宁古塔，那可是我朝200多年的流放地呀！他莫不是……谁知道呢？宁古塔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这个开胃，从小就不能吃辣，就这点本事，还是在宁古塔练的。吃锅盔。
到现在还不习惯呢。这个呀，老人说呀，是当初啊清朝的军粮，那士兵们呀，把面和了水啊，拍出一块大饼，摊在头盔上，下面搁上火，直接烤熟，个头不大，吃起来啊抗饿。啊，所以叫锅盔。哎，像这些学问啊，书本上可没有。那是。老爹腿疼没有？没事。锤子，明天早上，你先派2个人去趟路。这白毛风啊，是停不下来了。路没躺好啊，大队别动啊。那咱们走这么慢，按计划已经误2天路程了。人命是天底下最金贵的，路程耽误2天，抽鞭子有我呢，你怕什么？一心半点事都不能出啊！好，我去安排。节过得还好吗？就这么回事儿吧。南方战事吃紧，朝廷各种名目加租加税，南方粮食运不过来，天一冷，饿死的人肯定比往年多。我过来是告诉你，时机到了。南边的事情，最麻烦的不是军事，而是经济。朝廷败了这么多次，但每次都能马上把军队恢复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赋税，有票号，有当铺。钱这个东西，不流通是一点用都没有的。我这次受命，整顿江南钱财流通，开设票号当铺，需要人才。那这么说，还真是要去山西一趟。那个地方是大清的财库，晋商8大家自前朝起发居于此地，300年积聚财富，到如今更是垄断了票号生意。过了年，用李家的名义，在平遥一带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，主要招揽人才。不是说过了吗？天塌下来都不能进来。爹，苏小姐也在吧？苏小姐，爹，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知道苏小姐在这儿？张广发大人收拾后门呢，今儿晚上他自个儿在那儿守着，我就知道咱们家今晚必有贵客来访。杀出头家来得慢是不是？李家少爷。瞧。苏小姐，您上哪儿去？我陪你去。我要去平遥一带，李家要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，你爹亲自陪同。这事不必劳动我爹，我去就行。爹，我给您趟出一条道来，省得万一折损您老的名声。小孩子懂什么？这个世界上谁会给谁让道啊？你要是真能在山西的地界上撑过1年，也算是大功一件。敢去吗，小子？若让我去，必扎根在此。山西富商的孩子从小就学习经商，从扫地、倒水、小伙计干起，没个几10年的经验，怎么可能会坐在掌柜的位置上？就你这个样子，人家一看就是个纨绔子弟，来玩票的。不是爹，我倒是觉得李公子去甚好，名重天下的李万堂一出马，会搅得人尽皆知，很多事儿就不好办了。多谢，爹，我这次一定收了自个儿的习气，扎扎实实的在山西做出一番样子。我的事儿办成了，就把山西老八家的脑袋做酬劳送你，区几个店铺，闹不出什么大笑话。李公子，还有件有趣的事得告诉你，你的老朋友现在人正在平遥。谁呀？宁古塔的书生古平原呀。古平原逃到山西去了。您怎么知道？我的眼睛多啊。
那个姓古的，我得想办法把他给弄过来。老天爷造就这么好的人才，却落到这种地步，这个朝廷不亡，实在没天理。天下人才是有的是啊，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逃亡的流人，他算什么人才？苏小姐还言过其实了。您认得？不认识，听犬子提起过。他怎么可能会活着逃出来呢？是啊，我也纳闷，我到山西问问他。你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跟流人打交道？那苏小姐还是反。反贼。哼。狗大哥，我看你半天了，没敢招呼你。怎么，怕我跳下去啊？要跳，你在宁古塔边跳了，还去今日啊？睡不着觉，出来想想心事，想想将来的事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在想你娘，自己在难过是不是？有时候道上风雪阻了，一个人坐在外面，我就常常会想起我娘。我对她记得很模糊，我只记得下葬的时候，她头发还是黑的。她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脾气，我问了，爹也不肯告诉我。你也同我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是思念娘亲。我是老娘明明在徽州，但回不去，无法尽孝。他一人抚育我们兄弟2人，本盼着我科场扬名，谁想沦落至此。在宁古塔，每个人做梦都想逃出来，可真的逃出来又能怎样？天下之大，无处安身，有家难回，有国难逃。想起小时候私塾里，先生每喝醉酒，总会唱戏，唱林冲夜奔，80万禁军教头，急走忙逃，顾不得忠和孝。如今想来，真让人痛生一哭啊！所以你一定要接这个买卖，是吗？我很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担心我们到了科尔沁，你会留在那儿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瞒不住我的。我留在四爷身边，只能给你们招致更大的祸患。我不能只顾着自己啊！倘若你们这一次可以平安往返，也算是我报了他的大恩了。哎，哪个要你报恩？你当真好笑！你怎么了？我去睡觉，你跳吧。啊？